欢迎收听《生命的光》，我们一起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世界。今天呢，我们要来深入聊一个现在非常热门的议题，就是 AI 时代下的神学思考。我们手边有一篇蛮关键的文章，叫做《AI 时代的神学革命：圣经智慧如何重塑信仰对话》，还有一些相关的笔记。那今天的目标就是想帮大家梳理一下，面对像 ChatGPT 这种发展这么快的 AI 技术，我们的信仰到底该怎么自处，又该怎么回应呢？好的，那我们就来拆解看看。第一个，我想也是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头痛的问题，就是 AI 技术进步这么快，那基督教的信仰要怎么在拥抱新科技还有守住核心真理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关键，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像是说 C 股那边有教会把那种超级 AI 看作是神，哇哦，对，甚至还构想了什么 AI 地狱。这其实就点出了一个危险性，就是说把技术过度理性化，甚至神化，变成一种新的偶像崇拜。就让人想到圣经里面其实一直有提醒，对不对？就是要分清楚那个创造主跟受造物。没错，好像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讽刺过那种人手造的偶像。对，就是那个意思。其实，即使是罗马教廷，他们也提醒过 ，AI 说到底它就是个工具，它的那种所谓的智能，跟我们人类灵魂深处的那个道德判断力啊、建立关系的能力啊，是完全不同层次的。所以基督徒我觉得必须要站稳神的形象这个基础，就是创世纪说的，要搞清楚 AI 不可能拥有神给人的那种爱、怜悯或者是自由意志，技术再厉害也不能取代对造物主的敬畏。使徒行传不是也说吗？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了解。那面对 AI 可能带来的一些伦理问题呢？比方说演算法里面可能藏着偏见，或者是取代掉很多人的工作，那圣经的智慧有没有提供什么指引？这个有，圣经其实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所谓治理的使命。治理的使命。对，创世纪一开始就提到了，它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反过来被技术控制，而是我们要负责任地去管理它、引导它。像举个例子，台湾的联发科，他们用 AI 去解决那个台语跟英语夹杂的语音辨识难题。哦，这个我知道。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它促进了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用技术来服务人群。这就有点像是科技上的好管家的概念。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那其次呢，就是行公义的原则，弥迦书讲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比如说演算法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伦理，要追求透明化，而且要确保最后还是由人来做决定。啊，这个很重要。对，避免产生歧视或者偏见。就像《生命记》告诫的，不可屈枉正直。所以，开发者真的需要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去确保技术是符合爱人如己这个精神的。这非常有启发。那教会在实际的应用层面呢，可以怎么运用这些 AI 工具，但是同时又不会失去信仰本身的独特性，还有那种真实的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教会的角色，我觉得不是要去抗拒科技了，而是要做技术的盐。技术的盐。对，为技术带来好的正面的影响。AI 当然可以辅助很多事工啊，比如说帮忙构思讲道的初步大纲，设计个人化的灵修计划，甚至可以用 VR 技术去重现圣经故事的场景。这就有点像保罗那个时代，他也会利用当时最先进的书信嘛，像羊皮纸那些。对，提摩太后书有提到。是，就是善用工具。不过，工具终究只是工具，它不能取代人，对吧？正是如此，这点非常关键。你看啊，虽然 AI 现在可以模拟创作，像台湾有歌手陈珊妮，他也跟 AI 合作过歌曲。但是他没办法复制那种从神而来、真正在人心中的那种感动跟启示。
因为我们每个人就像以弗所书说的，是神所造的杰作，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教会一定要守护人际关系的那种真实性。真实性。对，再好的科技也没办法取代圣灵的感动，或者像是耶稣在井边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面对面的有深度的交流。那种约翰福音说的用心灵和诚实，还有我们内心跟圣灵的那种互动，罗马书讲的，对，这绝对是 AI 永远碰触不到的领域。完全正确。罗马教廷其实也强调过类似的观点，他们说 AI 无法取代人与神建立关系的能力。这正好就呼应了福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哥林多后书讲的与神和好。所以最终我们应该用一个更高的视野，就是天国的眼光来看待和引导技术发展。天国的眼光是马太福音、启示录都有提到，让科技成为促进公义、使人合一的助力，就像哥罗西书讲的，而不是反而造成更多的分裂。听起来，在这个演算法跟神学不断交锋的时代，圣经的智慧真的不是那种放在架子上束之高阁的古老书籍，它反而更像是能引导我们穿越这一片技术迷雾的指南针。你说的非常好。当教会真的能够以敬畏神的心去管理 AI， 用爱邻舍的实际行动去转化技术，那我们就能够在现在这个数位的洪流当中建立一个永不动摇的信仰根基。正如诗篇19篇第1节所宣告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愿我们在这个 AI 时代，能让技术也成为另一首颂赞我们创造主的诗篇。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在 AI 时代，基督教信仰如何去面对这些技术的挑战，同时要持守伦理原则，也要能够智慧地运用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守信仰的核心价值，还有真实的人际连结。最后也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思考题：在您自己的生活或者信仰实践当中，您观察到 AI 带来了哪些新的张力或者可能性呢？而圣经的智慧又能够怎么样帮助您来应对这些新的情况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